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干哪去啊？偷看快走啊！我的助听器里总有细碎的电流声，就像孤岛边那永不停歇的潮。刚上初中那会儿，我总缩在教室角落，用这层噪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作业本上歪歪扭扭的字是我竖起的刺，生怕别人看见我心里的不安。改变发生在高一，一个闷热的午后，和同学起冲突时，我涨红了脸，助听器跟着呼吸晃动。王老师没当场批评我，而是把我叫到外面，透过蒙着水雾的玻璃窗，操场上的校服在风里轻轻拍打。他问我咋跟同学动起手了，那一刻他眼里没有责备，只有心疼。我始终没解释，却被王老师好好的听见了。从那以后，午休突然有了盼头。在版画教室里，他教我如何刻板，怎样调配油墨，和我聊游戏，聊大学。他掌心的温度顺着刻刀的纹路一点点融进我的血脉，藏在心里的委屈也被刻进了木板的褶皱里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变了，开始认真听讲，作业本上的字也变得工整，晨读的声音能和窗外的鸟鸣声合到一起。这些变化我自己都没察觉，却被他看在了眼里。后来他不再是我的班主任，但工作室的灯永远为我亮着。我总爱抱着进步的试卷冲进去，和他分享新发现。他笑着塞给我一块橡皮，看我手舞足蹈，说个不停。此刻站在工作室门口，王老师握着刻刀的手指泛白，颜料盘上的湖蓝色泛着光。他低着头，完全沉浸在版画创作里，雕刻刀与木板碰撞出细碎的声响。我就这么直直地盯着他，像个等待夸奖的孩子，看着他一步步走近，那些被他点亮的时光又一次在眼前翻涌。
他的怀抱还是那么温暖，带着熟悉的松香和油墨味。原来所有的感谢与眷恋都抵不过这一刻无声的拥抱。蝉鸣声忽然变得温柔，夕阳把玻璃染成了琥珀色。这份通知书不只是通往大学的钥匙，更是王老师用无数个日夜为我打开的全新人生。那些木板上的刀痕，代码里的标点，藏着的全是他给我的力量。王老师只是万千特殊教育老师的缩影，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在无声的世界里架起桥梁，在迷茫的心灵种下希望。致敬所有特殊教育的老师，是你们的光，照亮了我们的未来。也是老师密集和付出，对你们这一话了，我的实力。